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没什么意思的魔玩分享时间。今天我们要看的玩具呢，就是这款新鲜出炉，也是我期待了很久的，来自于千纸链。很多小伙伴纠正我说，应该叫它火焰玩具 Flame Toys 的一个铁七巧。产品线下的变形金刚通天响。当然，铁七巧不可变形，这个已经不用再强调了，这个对吧？我不介意这点的。正面呢是它一个官图加特效的一个玩具加特效的一个官图啊，下面写的照片仅供参考啊，并不代表最终产品侧面呢是一个大大 logo， 后面呢是它的一些这次的玩点吧，以及整体一个结构。厂牌版权信息，另一边也是一个 logo， 底部大 logo， 顶部品牌名这个整个包装上呢汉字有，但是中文的话不多，只有警告这块好像是中文，其他都是外文字来的。盒子依旧是磁吸的一个包装，打开之后呢，左边依旧和背面差不多的一个风格，就是一个玩具的玩点盒子里面是空的，因为我东西已经拿出来了。说明书这样一本，里面内容还是挺详尽的但是呢，我吹毛求疵一下，这个说明书呢都没有中文来的。作为一个国产品牌的玩具吧，我觉得给个中文会更方便一点吧，一个小意见。好，包装和纸品呢就看到这边。玩具本体从盒子中取出来呢，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样子。可以看到它的肩膀呢是通儿哥的一个特色的，就非常的高，所以说呢，现在我还是一个广角的一个镜头在拍。因为普通镜头呢，可能就收不进它的一个全身。在身高方面呢，我们拿出同系列的塔恩比，可以看到它的头顶高的话呢，是会比塔恩还要高一点点的。同样，我们再拿出同系列的大哥 Optimus Prime 当然现在不戴口罩，应该是 Olympex 的话呢，也是会比它矮一点点。所以说它在身高上呢，不愧是还原了它本身的一个特色，非常之高撇开这通天的肩膀来说呢，它头顶高也是会比擎天柱和塔恩都要高一些的。好，配件方面呢，它是给的还是挺丰富的，我们一个个过来看。首先呢是通二哥标志性的一个肩炮，虽然说这个红色的尖刺部分呢并不能进行一个拆装，但是呢造型上还是蛮有特色的。而且这次相信熟悉通天晓这个角色的小伙伴一看就能够看出来，这个造型很大的一部分设计元素呢是来自于 LG 系列那个通天晓，也就是 IDW 漫画那个通天晓特别是这个高耸入云的那个肩膀。说回肩炮呢，它是可以加装在肩膀上的这个插装孔洞内然后呢，它还给出了一些像导弹舱一样的部件当然这个前端呢并不能打开，这个呢也是可以安装在它腿部和它的一个裙甲的一个部分。这个零件呢是给了4个来的，所以说呢它可以同时装在它的一个大腿部和小腿部和它的一个胯部。同时呢，它还给了一个背包，这背包呢是有一个展开机构，涂装上呢也是做出了一个深色的，应该是黑色吧，一个博派 logo 黑色博派 logo 其实真的不太多见。背部呢是有一些出气口的设计，两边呢是有孔洞的一个装，背面呢是3点固定的一个方式。打开方式呢，它就是从灰色部分这里打开，里面就会有一个固定槽，这个槽是安装它官方这次官网特点的那个锤子，就可以按照这样插进去，然后收纳起来。但是呢，这个卡槽是有点紧的，这个锤子外观上是又有漆面涂装的，我担心它多次插拔会有掉漆，所以说这次呢冒风险给大家展示一下对，还是会展示。插到底呢是可以完全把这个
背包给盖起来，算是收纳特点的一个作用。除了这个作用之外呢，它就是纯粹的一个收纳空间。当然，好像这次也没有什么零件是需要收纳的，因为它这次给的是可动手，并没有造型手。安装方面呢，直接装在背后就可以。当然，现在先不装，为什么呢？因为它这次还会有背后的2门这个炮。这个炮呢，第一感觉装在背后，这种可以通过金属桩连接到背后，这给我第一感觉就像是一个 F91高达的一个 Vespa 那个炮，而且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是有电线结构的，所以呢，它是可以亮灯的。整个结构上面呢，它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弯折，同时呢，前端这块呢是可以有一个握把。哎呀，好紧啊！这一次的通天晓很多零件转轴都非常之紧，有一个握把就可以通过往后转折到前方之后呢，进行一个手部握持啊，亮灯这边也正好按到了，就给大家看一下，按灯看关呢是这边的一个前端的梯形结构吧，就是一个亮灯零件。这边的金属轴呢也是非常之紧，这样炮有2嘛，左右镜像，非常的紧啊！我费了老大劲了才拉出来，而且这个结构呢是看上去有一点点不安啊，因为它中间是一个空心桩，然后呢又是铁磨铁的结构。玩万代 ND 的小伙伴啊，都应该知道啊，这个铁磨铁的结构呢，隐患就是怕时间久了之后呢，它就松了。这就会有一点点让人不安啊。安装方式呢，也是像插桩，插到这个背包上，就算是 OK 了。另一端也是如此啊。插上之后呢，安装到它的背部结构之后呢，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样子。剩下呢还有这样2块小臂背板啊，这个更是明显了，从这形状就可以看出是那个LG 系列那个通天晓它小臂的一个结构啊。在变形金刚 LG 系列上，这个卡槽呢就是用来握持大锤用的，卡大锤用的。但是铁犄角这块呢，也是把它作为造型给复刻出来了。安装方式呢，就用这边一个白凸结合小臂背后一个槽，可以安装在它手臂上。这个结构意义不太明朗的这个设计啊，算是盾吧啊，算是盾吧，我姑且理解它是一块盾。好，剩下呢就是它的一个主武装，算是通2的一把标准的大枪。这个大枪呢就一个塑料壳子，有一些分色金属漆的涂装，但是呢是没有任何可动的。安装方式呢就是通过它这边的大插槽，握在它的掌心的插槽里呢，就是最后提到的武器呢，就是刚刚给大家已经看过一眼的这个特点的一个锤子。这个特点在包装中呢是在第一层塑封上面会有单独一个小塑封装这个锤子。这个锤子呢也是除了这样收纳形态之外呢，当然是可以变成锤子的啊，不然怎么叫它锤子？打开之后呢，把内部的一个握把延伸出来，打直，再把这个盖子呢盖紧。然后握把延伸出来的部分呢，这上面有一个锁扣，可以把它摁下去，锁定住它的这个下面的细把。你以为这样就是标准长度吗？当然不是，这样的锤子不够帅气，它还是可以再拉出一段的。拉出来这一段呢，这下面的一个结构部分呢，还可以再旋转45度。说明书上是说45度，但是我实操下来呢，它是可以旋转到90度的，进行一个伸缩的一个锁定的。这样的长度呢，基本上可以从地面到达它胸口的位置，还算是勉强够用了吧。当然，作为锤子来说呢，它的锤头可能小了点。官方给出的玩法呢，就是把它的肩炮和这个导弹舱拆下来，装在它的锤子上，成为武装。我们来简单的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因为都是简单的直装安插，我这边就省略了一个过程。装完之后呢，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的。可能有小伙伴会问，这边的尖凸的肩炮可不可以换成同样
结构的一个小腿部分的导弹舱呢，当然是不行的，因为它的孔洞装的粗细呢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就比较费解啊。这个用导弹的弹头，如果我觉得它还是跟以前设定一样是导弹弹头去砸人家的话呢，它会不会直接爆仓啊？还是就近身突锤爆炸之后增加伤害？那另一边的导弹舱的盖子这个又怎样增加的攻击力呢？比较费解。总之这个特点呢，我觉得如果价格差距大的话呢，大家完全可以 pass 掉这个特点啊，因为对吧？我觉得意义并不是太大，并不像之前 OP 或者说是塔恩他们的特点会有独特的一个造型上的区别。这个作为手持武器来说呢，近战功能有一点点矛盾吧，我是这么觉得。附带的一个地毯呢，还是一个传统结构的花纹，但是这次的接口呢，它是给出了一个金属件。我印象中这是铁技巧第一次给出一个金属的一个连接件吧，之前好像都是塑料的，记不太清楚了。如果有了解的小伙伴，可以通过弹幕或者评论来跟我说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它全装备搭载之后的一个细节啊。正面看上去呢，非常的壮硕啊，而且这样的结构下呢，显得它这个博派 logo 呢是有一点点迷你了。全涂装的一个漆面呢，也是高光，非常的漂亮啊。不知道战场上兜一圈回来还能不能有那么漂亮的一个漆面。小腿部分的分色呢也是非常细致，除了膝盖部分亮灯部分是黄色透明件呢，小腿部分的红色呢也是一个金属红的一个配置。细节结构呢也是拉满，小的点缀也是非常的丰富。背后这个不知道什么的管道设计呢？难道是给导弹舱功能吗？这就有点费解。背后的背包是最大的一个看点，金色的一个点缀呢，也让它整个背包灰色沉闷的气息呢有所减少。小腿部分的泡给打掉了。因为是原装连接啊，所以说它是会转的啊，有点点容易掉吧。但是它本身并不是掉，并不是因为它的一个装载的阻尼感差，主要是它零件的连接位是有一点偏小的。侧面是如此这般，肩膀这边、手臂部分呢也是金色做点缀，整个涂装上的感觉呢还是偏向于华丽啊。好现在呢给大家展示一下它这次的一个灯效。这次它的亮光特效呢，分别是在肩炮、眼睛、躯干、膝盖以及背炮这几个部位。有一点我是比较觉得好的是，它是并没有采用现在普遍被各大国产厂商使用的一个磁吸灯，还是使用了它的一个按钮式发光。我觉得这两者的设计还是有利有弊的。按钮式发光呢，我觉得在把玩起来会更方便一点，在设计上呢会有一点点难度。但是呢，磁控这块呢，虽然说外观上可能一体性更好，但是把玩起来还要另外拿一个东西去吸，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麻烦的啊。好，亮灯的头部亮灯是非常简单，它的一个按压它的头冠，它的眼睛呢就是可以发光了啊。躯干部分呢是胸口这个凸起的部分，一按，胸口的两个红色位点就可以发光。这两个一发光，让我觉得它像天元突破的一个裸眼啊，两个眼睛一样。然后肩炮部分呢，它就稍微有一点点巧思。我们调整一下摄像机的一个镜头我们视效把它拉伸出来之后呢，展开肩炮上面的一个这个部位把肩炮向下弯折给大家看，它是亮了。这个滑杆的一个作用呢，滑下去一次它就关，再滑一次它就亮。肩炮呢是这样的一个亮灯方式，我觉得也是挺新颖的。膝盖部分呢，这绝缘片在内部是有盖板的这个盖板掀开之后，可以看到盖板下面是有一个小豁口的小豁口掀开之后呢，就可以拔开它的绝缘条，然后按下它膝盖下部的一个装甲位呢，它就可以发光两端都是如此这般。整个发光效果正面呢就是如此这般，背炮这边
它的一个装电池的位呢是在这一边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啊？这个梯形的部件在上边呢会有一个小缺口啊，稍稍用小分键器撬一下或者手指抠一下呢就可以抠出来，但按压的时候不要压太紧。开关呢是刚刚开合的时候已经给大家看到过，是这边一个梯形，按压之后呢，它的一个背包以及它的炮口呢分别都会亮起红灯，还是挺带感的。整个亮灯效果呢基本上就是如此这般，五彩缤纷啊，五彩大炮，它1、2、3、4、5，对，五彩大炮。在晚点部分呢，它在肩膀这边呢还会有一个小机关啊，往前拉出一段之后呢，可以向上翻起，打开里面的一个透明件翻板。哎呀，好抠手啊！打着之后再旋转一下，再把原来的盖板翻下来，它可以变成一个像战斗力检测仪啊，赛亚人的战斗力探测器或者说是瞄准镜一样的东西。另一边呢也会同样有这样一个结构，所以说它是可以两边同时翻折打开之后呢合并在一起，当中也可以看到有凹凸位的一个契合，可以让它变成整一个面板啊。在全武装模式之下呢，让它更有一种狙击手或者炮击手轰击的那种感觉啊。这个晚点还是蛮不错的小机关。为了便于展示可动，我们这边先把武装卸除了，同时肩甲呢也可以卸除掉啊。这个卸除肩甲的时候要注意，它这边是一个大大的方桩，扣在这个肩炮的凹槽内的，所以说你旋转的话呢，它可能零件会有变形，所以说只能直愣愣的拔。但是好在呢，它这个涂装上面内部呢也是加入了金属芯啊。应该在耐久性上会有一定的提升吧，但是拔起来呢还是要讲究一个巧劲儿啊。好，这样就完成了我们通二哥的一个素体状态。素体状态下呢，我们就可以放心的简单的便利的看它的一个可动了。它的一个可动头部呢，首先抬头、低头、左摇右摆都会有一个不错的角度，而且这次因为它头部电池发光机关呢是单独独立头部，所以说它头部是整个可以拔起来的。拔起来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是可以调整它的脖子位置，让它能够更好的向前方，因为以免在我们摆 pose 的时候呢，它脖子下面关节转掉了呢，要转回来呢还是蛮难调整的。这样可以把头安心的拔下来之后呢，就是非常的没有后顾之忧了。当然我们通二哥也是可以自由转头。手臂部分呢，它的肩甲是一个单独的零件，它可以和很多 MB 系列的玩具一样，有一个前后肩甲的打开。肩甲上台呢是可以到这样一个幅度，整个手臂呢可以看到大大的一个金属关节啊，也是不借助躯体内的关节呢，它也是可以打到超过90度的一个幅度。同时呢，还可以利用躯干内部的一段关节，向上抬一点点角度，可以看到是有一点角度，幅度不大，但是有。平台是这样一个幅度，关节呢是非常的紧，360度旋转呢也是可以有，但是也是非常的紧啊。同时手臂旋转呢和肩胛旋转它是分开独立的，所以说你在转手臂的同时呢，你肩胛要同时跟着转才行啊。当然优点也是有啊，你可以手臂在一个比如说是平台的时候呢，肩胛呢并不用做太多的一个角度变化，就可以有一个不错的展现。好，肩膀部分呢，它还会有一段外拉的一个结构，幅度虽然看上去不是很大，但是对可动的提升呢也是有啊，可以让手臂呢向前折对应的角度。在背后看呢，虽然说没有太多的细节，但是也是没有穿帮位要好评了一点。而且打开之后呢，也可以利用它上抬关节，让手臂做出一定角度的一个变化。然后上臂部分呢，它是可以有一个360度的一个旋转。同时在小臂部分呢，也是可以有360度的一个旋转。曲肘部分呢，它只要你零件角度调整好，它是可以达到一个差不多120度的一个幅度。
整个肘关节呢都是一个金属件，细节刻画呢还是偏少，但是在结构上可以看出它也是一个铁包铁的结构。还是那句话，担心它的一个耐久。然后手腕部分呢，它会有一个旋转的一个角度，本身手腕呢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平转。然后在手指关节呢，这次是给出了一个五指独立可动的一个关节啊，而且在手指根部呢都可以有向外打开一段的一个设计。拇指呢也会有2段关节，但是我觉得我们火焰玩具、千纸链玩具也好，五指可动手玩了不少了。这个大拇指的结构呢，还是觉得它在拇指这边根部缺少一段肘关，所以说它的拇指呢是没有办法向外打得很大的，这算是这款全可动手的一个缺点吧。手掌中心一个凹槽就是用来握持武器的，这个大家也都应该是知道了。然后躯干部分的一个可动，我们可以看到弯腰它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幅度，但是达到这样的幅度呢，背后就会有空间的一个穿帮，所以说你要避免这个背后穿帮的话呢，它的弯腰幅度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减小。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背后是有电池仓以及它一定的一个腰部的一个结构。挺胸呢角度就非常之小啊，几乎是没有一个挺胸结构了。左摇右摆呢是在它的一个腹部关节中间进行一个左右摇摆的一个可动。转腰部分呢，按到它灯了。转腰部分呢，它是可以简单的进行一个平转，大概可以转45度角度的一个幅度。同时大家可以看到它在转腰的时候呢，它的一个裙甲呢是可以做出一个避让啊，这个正是让人非常感动的一个结构。然后在裙甲部分的一个可动呢，它前裙甲可以轻松的打到超过90度的幅度，侧裙甲呢它也是可以打到超过90度的幅度。当然装上你武装之后呢，这个幅度就会被它的一个导弹舱所干涉到。后裙甲的部分呢也是可以达到超过90度的幅度，所以说它在裙甲部分呢几乎是对它的一个腿部可动是没有什么干涉的。打开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腿部造型还是和系列的前几座非常相似的一个设计风格，不是说原模啊一模一样，但是在这个曲面结构啊、大腿的线条就感觉很像。整个胯部的一个可动呢是一个齿轮关节来的，大家可以听到这个声音啊。裙甲避让之后呢，它是可以达到一个90度的一个前踢的，但是裙甲要让到最大的一个角度，然后屈膝关节非常的紧啊，但是呢也可以达到一个大腿接近于贴近小腿的一个角度啊。膝关节的装甲呢是会有一个移位，而且膝关节内部呢是会有一个零件的一个引出，整个膝关节扎实度非常之紧啊，可以从背后看到它整个是一个大铁块来的。然后大腿根部呢是可以进行一个外摆内收的一个转，但是呢这个角度呢是被它造型所干涉到，并不能完全自由的转，大家转的时候还是要造型这边的干涉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脚踝部分呢是可以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左右接地，前后勾呢也是可以有不错的一个角度，同时脚尖呢是会有一段关节。腿部侧踢的关节呢是普通的一个阻尼关节，并没有设置齿轮，侧踢幅度呢差不多是到75度、80度左右的这样一个样子。简而言之呢，它的下盘可动呢是可以满足它做出一个单膝跪地的一个姿势的啊。虽然说它的关节非常之紧，至少在新品的状态下是非常之紧。全装甲的状态下呢，它可动当然是会比素体状态下有一些干涉，主要干涉呢，大家肉眼可见就是它的一个肩部的装甲，可以看它都不用打到头，它的肩炮呢就会打到另一边的一个肩膀啊，这是可动干涉最大的一个部件。肩炮这边呢，如果你要把肩炮前翻的话呢，要注意避让背炮这边的一个零件。如果你背炮是在拉出
轴的情况下呢，它可能会跟肩膀的这个肩炮呢进行一个干涉，所以说把玩起来呢是要注意的一个零件位置的一个避让。其他部分的一个可动干涉呢，就感觉并不是太大。好最后总结一下，我给这款铁技巧通电小打分呢是可以给到5颗星。当然，给5颗星并不是说它是完美无缺，它还是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它的发光灯珠呢，还是镜头里可能看得不太明显。你如果是肉眼看的话呢，它的灯珠还是非常的明显，并没有做好很好的柔光的效果。比如说膝盖和眼睛、胸口部分呢，它的发光点都会比较明显。关节的调校方面呢，也是会有一些偏紧，同时会有一个铁咬铁这样一个时间久了之后会不会松的一个隐患，令我不安给出的武装呢，当然是给的非常之多。同时，比如说它小臂这边的孔洞呢，是和肩炮这边是可以通用的，都可以互装。而且呢，整个扎实的手感和可动性上的配置呢，都会给我一种金属合金玩具的一个满足感。造型上呢，也是IDW 通嘛，这个能够接受的自然是会非常的喜欢包括它一些小机关，像胸口的这些瞄准镜炮管的一个拉伸结构，都是非常让人感动的一部分。缺点除了刚刚提到灯珠这些细节部分之外呢，可能就是售价方面会有一点高。当然，关于售价呢，如果你不是很在意它的一个比如说现在这个状态下，我这个锤子是根本没有它的一个展示的一个用武之地它只能收纳在背包里，所以说你没有这个也不会对把玩体验有太大的影响，所以说完全可以等代理版的非特点版来看看，价格合适的时候再入手。当现在万代 MB 价格都飞成这样的情况下呢，铁技巧的这样一个玩具，在整体规格上都不输于 MB 万代 MB 的这样一个玩具，有这样的价格，突然也觉得不是那么离谱了。哇，真是好可怕的一个现象。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简单录到这边。如果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呢，记得给我一键3连支持一波，你们的支持对我非常重要我们下次再见。拜拜。